这个美容仪是我目前用到的 RF 美容仪里面最有效的一款，对于抗老效果最好的就是射频的美容仪。现在也开始出了一些类似嗨肤、超声波那种美容仪，那种美容仪目前还没有评测，以后有机会会评测。但是呢，射频这个技术你会发现，从10年、20年前到现在还是一直流行中，代表它是稳定有效。RF 射频我觉得它也会持续流行中。大家好，我是 Karen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这一集我要分享的是关于抗老的美容仪 Current Body Skin 射频美容仪。它的原理是增加我们皮肤层的热度，刺激底层的胶原蛋白增生。但是呢，射频通常用完之后不会有很大的感觉，你只会觉得你用完之后皮肤热热的，需要一段时间它才会慢慢在底层开始长胶原蛋白，你才会开始看到有一点效果。我刚收到的时候，我觉得它真的很像 Chapela 的 RF 美容仪，它这个头设计也很相似的。而且这一款呢，也是要用插头才可以使用，它不是无线哦。我用这个美容仪大概1个多月吧，平均每1周使用1次而已。我先说它是有效果的。使用这个美容仪之前要先涂凝胶，它本身有附赠一个凝胶，但是你也可以换其他的凝胶，其他的凝胶一定是要射频专用的。我这个是 Medicure 的射频美容仪专用的，这个我已经测试过，是可以通用，没有问题。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凝胶设计还是不一样。Current Body Skin 的凝胶比较不容易干，它的凝胶比较液态一点，涂在脸上之后是几乎不需要补的，一次量用40分钟都没问题啊，我自己是没问题的，不会干掉。但是我用其他的凝胶 Medicure 的凝胶，我很快就要补充，大概20分钟我就要补充。我用这个美容仪的时候会热热的，这个凝胶就很容易被皮肤吸收掉。我其实是比较喜欢 Current Body Skin 的凝胶的，因为它比较耐用，而且它闻起来是没有什么味道，没有香味的，成分也很简单。但是它是有添加香精的，我一开始就是因为添加香精，所以我就没有用它。后来因为用的太快了凝胶，所以我就换回去试试看，结果没有过敏，没有问题，而且它真的没有什么味道，没有香味。之后还是有用它，敏感肌应该是没有问题，但是如果你对香精会过敏，或者是你比较在意的话，你也可以用其他的凝胶取代。那这个凝胶呢，会比较耐用一点，它的凝胶比较不容易感到烫。凝胶如果被皮肤吸收之后，你没有马上补，你会比较容易烫到。使用的时候要注意你的凝胶，用完之后呢，皮肤就会有一点红红的、热热的。这款美容仪它本身有附赠不同的插头，你可以根据你的国家用的插头去更换，还蛮方便的。我觉得其实有插头的美容仪是比较耐用一点的，而且射频美容仪它需要维持一定的热度，才会有这个增生胶原蛋白的效果嘛。有限的情况下，它会比较稳定。这款射频美容仪跟一般的射频有什么不同呢？它会有一个智能侦测你的皮肤温度，比较安全性的维持大概40到43度以内的这个温度，让你皮肤比较安全的不会过热。当这个温度越稳定，效果也会更稳定。它的操作方式其实很简单，只是它时间要很长而已啊，只有一个按钮，它有3个档，高中低的能量。刚开始使用建议用最低的能量，其实它还是会热热的，只是它热的比较慢而已，比较适应的时候可以转换到比较高能量。它只有3个选项，都是用同一个按钮按一下去转换。然后你用的时候呢，这个盖子要把它弄开，然后用这个头去打圈，每一个位置呢要停留5分钟。它5分钟之后呢，会有橘色的灯会闪一下，但是它不会有提示的声音，所以你可能会忽略掉。所以呢，用这个美容仪的时候，我都要照镜子，会比较耗时间。那每一个地方大概5分钟嘛，这个时候啊，你的皮肤一定要贴合着。如果它没有贴合着你的皮肤，感应不到，它的温度就会降下来。你要持续同一个位置，它才会升温，它会感应你的皮
皮肤有没有接触到。如果你开机超过一定的时间，它会自动关机的。那每一个地方有5分钟的话，其实整脸每一个部位都要用到大概70分钟。所以你想象你站在镜子前面70分钟这样子按，其实蛮累的。所以会建议不要一天做完全部位置，你可以分区，隔天做一次，每一次做20分钟到半个小时，根据你的时间去做。因为我呢比较习惯一次性用完，我要分好几天去做，反而觉得麻烦。所以这个美容仪我差不多1周用一次，有时候会1周用2次，分开2个区。主要法令纹一定会做，之后就是脸颊这边，眼周也会做，但是眼周我会做的比较少一点，因为眼周我这边比较薄啊皮肤，而且我这边的斑遇到温度比较高，它会变深，所以我尽量不会用太久时间在眼周，通常都是脸颊这边跟法令纹这边还有下巴这边我会用的比较多一点。然后额头部分我也不会用太久，因为额头这边也是比较薄，我会比较容易感觉有点热。额头这部分你接触的位置要注意，比较容易会突然接触不到，然后它就要重新再预热，这个也是它的一些觉得比较麻烦的地方。之前我有分享过其他的 RF 射频美容仪，对比 Current Body Skin 呢，这一款会比较热一点，而且它的温度比较平均，用完之后也会有一点点红红的皮肤，但是不会有刺激的感觉，我觉得还好。它就会很明显温度比较够，但是相对敏感肌、皮肤发炎中，或者是你长痘了，就不是那么适合了，因为它有一定的热力嘛，多少还是会有点刺激皮肤。也要在皮肤比较正常稳定的状况下使用，敏感肌一定要小心，因为敏感肌皮肤比较薄嘛，有可能用一下就会觉得很烫，这个时候你就赶快换另外一个位置，也没有必要一定要5分钟去停留同一个位置，因为我们皮肤比较薄，我自己经验是有时候比如说眼周部分，我用到3分钟左右就觉得有点差不多了，有点烫了，我需要换另外一个位置，我还是会换。所以我是没有完全跟官方建议的时间去做，但是也是会停留一定的时间。我是根据自己的皮肤觉得很热很烫的时候，我就换位置。如果你用的凝胶是 Current Body Skin 的，我建议你就要冲洗掉，但是不用马上冲洗掉，你可以等这个温度稍微持续一段时间，大概5到10分钟之后，你再把它冲洗掉，让它缓冲一下。那其他的凝胶呢，你可以不用冲洗掉，可以之后敷面膜。如果你没有要敷面膜，就要把它冲洗掉，再擦平常的保养品。但是我用所有的美容仪都会习惯敷面膜，用射频的美容仪通常都会建议不要敷面膜，因为面膜会降温，那就会浪费嘛。但我还是会敷了，我会用大概40度左右的温水去泡我的面膜，面膜温温的热热的，然后再敷上脸，我觉得还可以啦。我是习惯这样子使用，而且我整个过程用了差不多1个多月，效果是有的，还蛮明显的。其实用1、2次你就会感觉皮肤有改变，但是不是用完当下，是用完之后隔个几天会感觉皮肤变得比较蓬润。可以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前后照，在我没有用任何的美容仪的一段时间，然后到我用了射频美容仪之后的1个多月的情况，一定是差很多的，看起来整个轮廓都不一样，是不是？没有照片对照，其实你不会察觉到自己有什么改变。我觉得它最厉害是看起来真的有变年轻的感觉。另外就是法令纹吧，它有变得比较不明显，还有皮肤的松弛度有改善，整个皮肤看起来没有那么的疲惫。仔细看一下我的脸型，有变得比较顺畅，使用的时间不够长，1个多月大概就是这样子变化。但是如果你持续半年以上，那就不用照片你也感觉到会有什么变化了。但是呢，我之前也有用其他的 RF 射频美容仪嘛，所以中间时间呢，我皮肤还是有变好。之后了，我觉得就变成有一点维持了，稍微变好一些些，然后就维持了。大概这个月的状况就是这样，因为刚好这段时间有用不同的射频，都要评测嘛，所以就分开这个时间用。美容仪我都是分开不同日子去使用的。我是给你们看我在
12月的时候的状况到现在的改变。其实我觉得 Curl Body Skin 这一款射频它的效果是明显比较好的，而且比较快，但是相对每一次使用的时间都要比较长。如果1周我用一次用1个小时，1个月大概用4次，其实效果就已经出来了。我的皮肤比较薄，所以我用的时间大概用40到45分钟，主要做脸部，脖子比较没有在做。你只要效果明显，不在乎时间长短，这个是绝对可以买，因为它的效果很明显，而且有临床实验的证明。虽然很累，但是我也会持续使用下去，大概1周用1次，半年之后我们再来开箱一下，看一下我的改变。射频美容仪可以配合 EMS 还有其他导入型的美容仪，可以一起轮流的使用，家里做保养不用跑美容院了。我现在也没有跑美容院。如果你有在做那种凤凰雷射，有在做外面的医美保养，其实也很适合搭配这款射频，它可以让你在外面做的凤凰雷射的效果延续更长时间。比如说你在外面打凤凰雷射，维持的时间只有1年，如果你每一周都有配合射频的美容仪，至少可以多撑3个月至6个月的时间，可以维持这个效果，有加成的作用。射频的美容仪对我来说是必备的基本款，然后就是微电流的美容仪，做的保养层面是不同的，一个是做线条，射频是做胶原蛋白。还有这个美容仪我觉得它蛮轻的，它的重量跟 Zip Halo 没有差很多所以出国要带在行李箱，这个也是 OK 的。它主要是要插头去使用嘛，也不是那么麻烦的。机器主要就是重量不能太重。那么它的优缺点呢，我已经说完了。那这款美容仪呢是厂商提供给我试用的，如果你们感兴趣了，也可以用我的折扣码去他们的官方网站去消费，我会把相关的资讯放到我的资讯栏还有留言部分，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点进去看，有任何的疑问也欢迎留言给我。好，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，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请记得帮我按赞，还有别忘记分享、订阅、按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